风水大师建议：15条家居风水禁忌，装修必看。大部分人在装饰家庭时，可能强调了家庭的整体美观，而不太注意家居风水。其实，我们运气的好坏可能与家庭风水有关。如果忽略风水禁忌中的小细节，可能会对我们正常的家居生活产生一定的干扰。家居风水是一门大学问，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。大部分人在装饰家庭时，可能强调了家庭的整体美观，而不太注意家居风水。其实，我们运气好坏也与家庭风水有关。忽略风水禁忌中的小细节，可能会对我们正常的家居生活产生一定的干扰。下面整理了家居中的15条风水禁忌，希望为生活营造更健康的氛围。房门对着墙，有些房屋的门处于走廊上，开门就看见墙，这样的布局不仅不利于气流的流通，居住在房中的人也时常处于压抑的状态中。化解的办法是在房门对着的墙壁上安装镜子，以缓解局促感。也可以在此悬挂自然景观的照片或海报，象征性的增强空间感。玄关的天花板太低，玄关的空间是空气流通的关键，宜较为宽敞，如此才能利于家中的气运。如果天花板太低，容易造成压迫感，这就象征着家人容易受到压制，难有出头的一天。因而玄关的天花板宜高不宜低。屋顶倾斜度太大，屋顶一般是不会出现风水问题的。但现在出现了一些欧美情调的房屋，这些房屋的屋顶过于极端的斜坡和造型，从面形成了凶相。倾斜度很大的三角屋顶或一面坡的屋顶，被称为寒间屋，是不利于财气聚集的风水格局。屋顶越尖，负面影响越大。倾斜度很大的三角形屋顶，会使屋内屋外的气流变得异常。一面坡的屋顶会使外气的摄取产生偏颇，令身体的频率变得不平衡。长期居住在这种变形的屋顶之下，容易变得神经质、歇斯底里，最终抑郁成疾。楼梯与门直冲，不论是什么样的房子，都不能让楼梯与门直冲，尤其是别墅。有时候为了美观而将楼梯设计对着大门，这样容易导致钱财和福气流失。而且楼梯的坡度尽量要小，否则也难以聚气。房子的大小与楼梯的造型选择也有关系。小房子可以做螺旋开楼梯，不仅利于聚气，而且也能节约空间。大空间的房子可以采用弧梯和折线型楼梯，前者美观舒适，后者更休闲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这3种楼梯都能给室内的气场流动留下较大的空间，既满足了喜回旋、即直冲的要求，又兼顾了实用性和美观度。在设置楼梯时，要尽量选择靠近墙的位置。玄关地板尖角对准门的图案，玄关为纳气口，因而地板的图案适合选择有吉祥寓意的，一定要避免有尖角对着门的图案，也不要让木地板的纹理对着大门，它们同样会形成凶煞，不利家运。卧室灯的数目2、3、5，许多家庭都会在床头安装一对壁灯或放置一对台灯，但这样的布置代表了2黑煞，对健康不利。解决的办法是用一排灯光来照明，但灯的数目不能是2、3、5。玄关灯选择黄色，玄关的灯以圆形为最好，象征着圆满。灯光宜采用白色灯光，白色灯光代表理性。
有果决、理性的判断力，因而利于家人成员使用钱财时理性一些。黄色的灯光则代表感性，感性让人犹豫不决，不利于判断。使用黄色灯，也易使家人在不知不觉中花掉钱财。正中央位置摆放重物，对于一套别墅来说，正中央的位置是风水中最重要的地方，其重要性就好比人的心脏一样。无论是哪个楼层，这个位置绝对不能摆放重物。对于设置了卧室的楼层来说，如果恰好有房间位于正中，切记不能长期空置。将卧室选中这个房间，在风水上就被看作是帝王之兆，长期在此卧室中居住，对学业及事业的发展都非常有利。这样一来，别墅也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帝王之宅。玄关空气不流通，杂物乱放。玄关是进门的第一空间，有效利用这个空间的招财作用，能起到很好的功效。玄关处不要设置风扇来吹乱气流，也不要太过封闭，阻碍了气流的流通。在玄关处点一盏长明灯，令玄关亮起来，从而利于空气的流通。这就是风水中所说的财神喜欢光顾的原因。玄关处不要堆放杂物，各种物品也要收拾整齐，才利于风水。卧室的吊灯在床的上方，许多家庭卧室的顶上都吊灯，但如果吊灯正好位于床的上方，则对人不利。当人睡在床上时，会出现被灯压的感觉，不利健康。化解的办法是将床移到吊灯不能压着的地方，或干脆不安吊灯，尖角对着门。风水上忌讳尖锐的事物，如果尖锐的桌角等对着门，就犯了穿心煞，不利人健康和财运。如果桌角对着大门，则对全家的家运不利。如果桌角对着卧室，则对住在卧室的人不利。化解的办法是将尖锐的桌角改为圆弧形，或用屏风遮掩。如果无法做到，至少应该在桌角放一盆植物，以缓解其煞气。不规则的房间，遇到一些天生就不规则的房间怎么办？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化解？风水大师建议，可以选购一些大件的衣柜和书柜，摆放其中，将它变成规则的空间，变成长方形或方形，就能很好的缓解其奇形怪状带来的晦气。玄关处家具过多，玄关是进出房屋必经的地方，为了方便，这里通常设置一些储物用的家具，如鞋柜、壁柜、风雨柜、更衣柜等。但此处的家具不宜过多，更应充分利用空间，在有限的空间里有效而整齐地容纳足够的家具。家具的设计则应注重与家中其他家具风格的协调，以达到相互呼应的效果。鞋柜内部设计不合理，风水中强调气流的流动，如果鞋柜中鞋子的异味散发出来，势必会将浊气传得满屋都是。因而鞋柜在设计的时候，应该设法减少异味，并且必须先将鞋子清理后才能放进鞋柜里，而且要注意定时对鞋柜内进行卫生清洁。鞋柜不能完全不透风，适量的透气不仅有利于保持鞋柜内的卫生，也可以避免不良之气的冲煞。有些鞋柜内设计的架子是向下倾斜的，在使用时需要将鞋头朝上，以取步步高升之意。如果将鞋头朝下，就意味着家运可能会走下坡路。别墅的阁楼做卧室，无论是别墅还是普通住宅，
形状方正是卧室最基本的要求，不能是多边形或是有斜边出现。如果将阁楼作为卧室，屋顶的斜边很容易造成视觉上的错觉，而由此斜边构成的多边形卧室格局，也会使人精神负担增加，居住此屋者容易发生疾病或意外。所以，如果想有效利用别墅的阁楼，建议用来做储物间。风水大师建议，在做家装设计时，一定要根据业主的命理，推断家装的主题颜色、装修风格、家具摆放等等。装修开工之日和搬家入住之日都要选个好日子，而且要注意，不能碰触其相关的一些风水禁忌。在描述栏还有更多分类资讯。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，要留意我们频道更新，记得订阅我们频道和按右边的小叮当留意我们的更新。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频道见。